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大家知道，我现在在休假中，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到8月中旬的话，就不做禅师原文的分享，只做周末的这个复盘。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一周比较重要的这些经济数据。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了。那么本周出的这个 PCE 数据，并没有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一些surprise，所以说现在市场还是要继续看数据。那么整体来讲，现在市场已经预期9月份降息的概率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了。所以说就看主要是还是看降几次，对吧？是9月份一次，然后年底一次，还是怎样？所以说现在还是要再看数据。那么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么周二也有跟那个消费者的一个信心指数，周三有一个 ADP 数据，也叫小非农数据。然后呢，周三还有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对吧？然后那个因为这个非农数据是在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之后，所以说它没有办法给到美联储一些更多的信息。但是周三它这个保持利率不变的这个概率已经非常大了，就是说，降息的话也是9月份，就是7月份还是要维持不变，主要就是还是看它在会议中，对这个年底的一个展望是要降几次息，然后周四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经济数据，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的话都是美东时间。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跟踪的这些品种。A few moments later. 因为我现在在旅行中，所以说这个录音设备可能会相对来说信号比较差。如果说大家觉得声音比较小的话，可以适当的调节一下你自己的设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我们先看这个月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线，这个月线的这个本月这个7月份收了一个上影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一个那个 K 线。然后如果说想要出现顶分型的话，需要再等待8月份，对吧？8月份必须要打掉7月份这个高点之后，才有可能出现顶分型。所以说，在月线上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出现顶分型。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周线上，周线上，那么在上周在周末我做周末复盘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当时是出现了一个晕线。我们当时讲过这个晕线的这个是传统理论，他们叫晕线，就是两根 K 线出现了包含关系。那我们也可以画一下这个晕线，就是这种的一种模式，对吧？出现了一个包含关系，我重新画一下，也就是第二根 K 线把第一根 K 线全部吞没了。那么这是我们在上周做复盘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形。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周的顶分型了，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周线经过包含处理之后，这根 K 线在这里，然后现在是有一个顶分型，而且这个顶分型是一个强顶分型。强顶分型和弱顶分型的区别，我们这里再复习一下。这顶底分型有3元素嘛？这是第一根 K 线，第二根 K 线，第三根 K 线。如果说第三根 K 线的低点打掉了第一根 K 线的低点，它只用一根 K 线就打掉的话，这种顶分型我们叫它强顶分型。那么什么叫弱顶分型呢？是这样的，也是3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那么第三元素的低点就收盘了，这根 K 线要收掉。比如说是周线的话，那么就是周五收盘之后才能说这根 K 线已经结束了。那么第三根 K 线的低点没有打掉第一根 K 线的低点，第一根 K 线的低点在这里呢。那么这种甚至是只能到这个半分的位置，比如说是第一根 K 线的一半的位置，甚至更小的位置的话，那么说明这个顶分型是一个弱顶分型。那么强顶分型和弱顶分型的区别就是，强顶分型它下跌的意愿更强，那么形成一笔的可能性就更高一些。
那么形成一个弱顶分型呢，那么意味着这个顶分型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的概率更大。这就是强顶分型跟弱顶分型的区别。这个我在之前的解盘中，还有之前的周末复盘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在这里再复习一下。所以说现在本周已经收盘了，但是这个顶分型就是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那么意味着这里要回撤一笔的话，我们就要关注这个回撤是能不能够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还是说要回到某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工具来测了，对吧？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够到这些可能的潜在的这个支撑的位置，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个位置都是潜在能够得到支撑的位置，得到支撑之后，看能不能够再给到一次反弹，因为回不到这个中枢的话，还是300，这所有的这些位置都是300，具体它能到哪些位置的话，我们不知道，没有人只能知道，所以说你没有办法预测它。那么到了不同的位置，我们就相应的去应对就好了。所以说，技术分析不是预测走势要怎么走，技术分析是走势怎么走了，你首先要给它做完全分类，做好了完全分类之后，然后再看走势怎么选择，市场怎么选择是市场的事儿，对吧？市场怎么选择都是对的，你只要按照市场的选择来应对就好了。所以说，我们的技术分析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你用完全分类，分类出市场的几种选择的可能性，你把每一种选择的可能性都做一个备案，然后都做一个预案。这样的话，哎，往上走了，高了，出现那种情况的时候，你减一减仓；往下走了，到某一个位置，你加一加仓。如果是横盘的时候，那么你可以选择不动，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去预测市场，而是要去应对市场，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那么它到了这些位置之后，看它怎么选。最恶劣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是最恶劣的情况，甚至是打穿这个中枢直接掉头也可以，对吧？那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恶劣了。如果说想要这么走的一个前提是，它这段下跌的时候一定速度非常快，必须出现一个快速下杀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那种市场共振的那种情形，就恐慌盘全给杀出来了，那么大家都卖，就是不计成本的往外跑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一般情况，想要在周线上这么大的一个幅度，我们可以测一下。如果说拉回到中枢的话，要杀掉23%呢？什么情况在短时间之内，那个能把这个大盘打掉23%呢？对不对？除非是出现一些地缘政治上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美国那面大选又出现了什么事情，又出现了什么幺蛾子、黑天鹅、灰犀牛都跑出来了，才有可能短期给它打掉23%，对吧？所以说，只要不出现这种情形，那么只要带结构的往下走的时候，我们都有反应的时间的。周期越大，你所能反应的时间就越长。为什么好多大的机构啊、大的那些投资者，巴菲特、芒格呀、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传奇的投资者，他们为什么特别喜欢做长周期呢？因为越长的周期，你所能反应的时间越长，对吧？他们不可能去做5分钟、1分钟的交易呀，那太短了呀。对他们那个资金量来讲，他们周转不开呀，就是他们那个资金量进出太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周期越大的话，那么你腾挪的空间也就越大。所以说，等到我们这些小散户慢慢成长起来之后，你的资金量慢慢大了之后，也要多做大周期的一些交易。那么在周线上就是，那么到了什么位置，我们就相应的去做应对。我们现在看，因为这里已经出现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顶分型了，前面这里也出现过顶分型，还有这里都出现过顶分型，尤其是在第二次这里出现顶分型之后，它回撤了是有3周，下跌了有3周，对吧？现在出现顶分型之后，已经回撤了2周了。所以说我们看一下，从4103上涨这段，它的内部结构够不够充分，能不能够回撤到起码要到5071，看看能不能到这个位置。周线上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周线上出现顶分型之后，那么日线上是出现一笔回撤的。它不是说出现顶分型之后，它虽然说是强顶分型，它的回撤一笔的这个可能性比较高，但是它也可以是
先给你来一根 K 线是上涨的，然后再下跌，出现周线上回撤一笔，这样也是可以的呀，对吧？没有人规定出现了这个顶分型以后，它一定要每一根 K 线都比上一周低，没有这种规定的，它可以是任意模型，它可以是先往上走再往下来，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它如果说是选择先往上出现顶分型之后，先往上来一根 K 线，就是说下一周如果说出现一个上涨的 K 线，但是呢，这根上涨的 K 线不能够打掉5669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线上，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周线，意味着日线上这是一次反弹呢，日线上会出现一个二卖。好的，那么基于我们在周线上的分析，我们看一下日线，这就是它的日线。好多其他的 K 线清一清，那么这就是4103上来，再复习一下4103上来的结构。那么这是一个3段上涨，对吧？3段上来之后，2次回撤构成中枢，然后离开，然后再次回撤。现在这个回撤还没回到这个中枢，没回到这个中枢，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那么在周五收盘之后，这个回撤首先已经成比了，从5669回撤已经够比了。但是呢，回撤够比之后，这个最低点5390没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但是也不够底分型，对吧？你这里成比，但是它不够底分型。现在我们想要进场的话，是需要双触发的。首先要出现底分型，出现底分型之后，我们还要去看5669下来这段的内部结构。它的内部结构要有结构啊，最少要3段的，有背驰的。你3段也好，你5段也好，或者说你带中枢的下来，是一个中枢、2个中枢都行，对吧？你不论怎样，最少要有3段的。所以说，不是要出现回撤一笔你就要往里进，我们是有严格的信号定义的，对吧？现在就是关注它，然后我们也可以先测一下这个从5191上涨这段它这个回撤的位置、回撤的力度看一下。我们看这个5390啊，刚好是在0.618和0.5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出现了这个潜在的一个底分型了。然后这个MACD 的问题就是张嘴这个张口张的太大了，快慢线这个张口张的太大，它这个如果说延续的话，可能就要到零轴这个位置才能企稳。所以说它再往下蹲一蹲，意味着这里这个底分型现在还没有形成底分型呢，那么意味着还可以再往下蹲一蹲。可能打掉0.618之后再形成底分型也是可以的。你只要不回到这个中枢，只要不接触5264.85，都是3买，晓得吧？所以说现在就是看它是要在这个位置形成底分型上去，形成一个3买上去离开，还是说要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因为下一周马上就是这个联储的利率决议了，然后又是它的这个非农数据。所以周3和周5的话，就看一下这个市场是怎么来选择。拉回到这个中枢的话，最坏就是拉回到这个中枢了。拉回到中枢，立马又面对这个120天均线在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有一根120天均线，也是不错的。所以说120天均线如果说能企稳的话，也回到这个中枢了，那么就是继续中枢震荡，就是继续中枢震荡而已。所以说中枢震荡的策略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上方减一减，就是衰竭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一减。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一点，不是说上到在中枢上方任何位置你都减。那么这个的话，你需要降低更低的周期去看它的次级别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个人的功力或者个人的努力，你需要去看一下，能够更精确的卖在潜在的这个拐点这个位置的话，是需要功力的。好了，那么这就是日线，看它怎么选，因为现在连底分型都没有出现呢。首先你要有底分型，对吧？这里是出现过底分型的，但是呢，这个底分型出现的时候，这个不够比呀。你首先要回撤够比，你首先要回撤够比，就是说想要回撤够比的话，必须要有5根 K 线，你这里要有5根 K 线，最少要5根 K 线才够一比。所以说前面这里它这个位置出现了底分型，但是不够比，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底分型，但是不够比，所以说连底分型都不用看它，出现底分型也不用考虑它。那么再次出现底之后，然后再去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我们可以看得更细一点，看一下它的这个1小时上，
现在最后这段，也就是5669到5390这段，它的内部能不能够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够企稳，能不能够出现反弹，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看一下1小时。好的，那么这个1小时结构也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把这个关键点位给它标出来，5669。那么这就是出现出现那个5669这个位置之后的5669左侧，我们已经可以不看了。5669左侧这些我们可以不看了，它就是一个趋势上，非常标准的一个趋势上，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那么右侧的话，我们现在关注就是右侧，它什么时候结束？就是5669的右侧。那么5669，我们现在着重分析一下，它现在是个什么结构？一个进入，一个小反弹，2次反弹，刚好形成一个非常窄幅的一个中枢。这个中枢特别小，但是你要去看它的高低点的话，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它的高低点，5585.34，看前面这个小低点5584.81，刚好碰到了，发现没有？这个是刚好形成了一个中枢，2次反弹形成一个中枢之后，出现了离开。这种走势在上周我做周末复盘的时候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了。大家如果可以结合一下上周我做的这个走势推演，再结合一下现在已经出现的这种图形，你两个一结合，你就会觉得缠论实在是太神奇了。你任何的走势都逃脱不了缠论的这个理论范畴啊。所以说，所有的分析都在你的那个完全分类里面，没有任何一种走势能够逃脱完全分类的。你只要完全分类做好了，任何的走势你操作起来，你跟踪起来或者你跟随起来都是游刃有余的。所以说，学好缠论对你做好一个交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你要对这个理论非常熟悉，对吧？各种模型你要非常熟悉，然后再多看图，多看图，然后再利用一些小的周期多交易。这样的话，等到其实也是一个熟练的一个过程。刚开始学习可能因为它是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复杂的，等到你慢慢熟练之后，各个模型已经了然于心了。这时候任何的走势其实都差不多，都差不多的走势，你一看图就知道应该怎么走。所以说操作起来并不难。那么现在已经是这是一个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现在这个反弹还不够比，周五或者周四周五这两天的这个反弹呢，虽然说周四这个反弹还是比较强烈的，然后周五一个延续，但是还是不够比呀，对吧？它还是可以从5585再次延续下跌也可以，只要你新的一笔不生成，缠论是这样子的，这是一笔生成了，但这一笔还不够，对吧？你只要新的一笔没有生成之前，那么前面的这一笔就可以继续延续，所以说它这个位置都可以类似一个中阴段，这就是类似一个小的中阴段。你要么再次去突破5491这个点位，要么再次去跌破5390这个点位，才有可能出方向。所以说，在1小时上，在这个位置，它在1小时上是没有方向的。所以说，你要等待。如果说再次突破5491之后，下周某一天突破5491，意味着反弹成比了。反弹成比之后，你立刻就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先测一下这个空间位置。上周这个周四的这个本周的周四这个反弹还是很强烈的，直接就打到0.5了。所以说下周看看能不能够杀到这个0.018这个位置，也就是5511。如果说到了这个位置反弹又够比，又回不到上面这个中枢，还是三脉，还要再下来。所以说它大概率在这里要形成第二个中枢了。这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第二个中枢之后，看它是能够打一个低点，还是说形成第二个中枢之后走反向，对吧？也是可以的。那么具体怎么选的话，不论怎么选，这里都要形成一个中枢的。当然了，还有一种更强的情形，就是直接一个微转，这也可以。直接一个微转，就是看美联储那边那个形成一个什么，有没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出来。但是现在这个 MACD 并不能够给到一个很清晰的表达，
MACD 想要微转的话，你要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走势，快慢线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张口张得非常大，然后突破这个零轴，现在连零轴都没有上得去，想要微转的话，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大概率的话，就是在这里形成一个中枢。那么如果说要形成中枢的话，意味着上去了力度弱了，你一定要卖掉它，因为它还要再下来一次呢，对吧？不着急的，上去了你要敢卖，下来你才能买呀。你上面不减仓，你下面猛加仓，那你的整个仓位应对，你仓位配置是有问题的。说白了，我们做交易，最重要的就是资金管理。资金管理，什么是资金管理？就是仓位管理嘛，对吧？你的仓位管理一定要管理好，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啊，对不对？所以说，学交易更多的其实就是学那个资金管理、仓位管理。那么上去你要减一点，下来你才能加，这样的话你仓位应对才是对的，你的节奏才是对的。所以说，等到它形成中枢之后再看，形成中枢之后再看是破不破掉前面这个5390这个小低点，破掉这个小低点我们要看力度的。如果说力度非常强，可能要给到一个3卖之后才能结束整个的下跌。如果说形成中枢之后，力度不强，很弱的跌破了5390，意味着这个离开段两个进入段就针对第二个中枢又有进入段跟离开段了。我们要比较一下它的力度，如果这个力度离开段的力度比进入段弱的话，又形成背驰了，那么意味着从这个最高点5669下跌也可以结束了，对吧？所以说要看形成中枢之后的一个走势。好的，那么的话，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我们再分析几个现在动能比较强的，或者说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些科技公司的，像先看一下这个英伟达，但是英伟达的这个财报的话是在8月28号，还有一段时间，它的财报出的比较晚，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吧，看一下英伟达的这个周线上，英伟达的周线从10.81，因为它这是经过复权以后的图形了。从10.81上涨之后是一个5浪上涨，1、2、3、4、5、6，已经是第6笔回撤了。但是呢，这个第6笔回撤虽然说现在已经成笔了，但是问题是它这个跟这个97.74啊还没有接触上，但是它这个底分型也没有出现，就是周线的底分型还没有出现。你想要结束一个下跌的话，你必须要有底分型。任何的转折都要有底分型，或者说要有顶分型，对吧？所以说在周线上的话，它还没有底分型呢。那么等待这个底分型的出现，你不知道是要从这个位置出现底分型，还是说下周再次跌破这个106.3之后再出现底分型，还是说它这个延续140的下跌继续延续，碰到这个97.4之后形成中枢，那么这个位置形成底分型。也可以的，对吧？然后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买点，也可以打离开，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它这个下跌延续没有办法判断结束，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这个是不是要延续？那么是不是要延续的话，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了，看一下它的日线上。好的，那么的话这是英伟达的这个日线，英伟达的日线我们在上周分析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了，这段它其实完全的一个复制。这段的一个走势完全是复制前面这段的一个走势，我们之前在做解盘周末复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那么完完全全的一个复制下来，现在就看它，现在前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底分型的，就打掉了前面这个小低点之后出现了底分型，然后也尝试过反弹，但是反弹不够比，又被打掉了。现在是又在106.3附近，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它底分型还没有出现。底分型还没有出现，所以任何一个图形你拿到之后，或任何一个股票你拿到之后，就先看有没有底分型。没有底分型，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是日线的话，你就可以不动，对吧？因为没有出现底分型就没有触发呀，没有触发你想要操作的这个情形，只是在日线上。它如果说再往下沉一沉的话，那么能不能沉到这个120天均线？如果说沉到120天均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这是这个日线上，然后看这个MACD， 现在沉的有点厉害。如果说继续往下沉的话，想要踩到120天均线的话，
那么这个120天均线，踩到之后，这个 MACD 如果说往下沉的话，就会到0轴以下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最好是能够撑得住，对吧？120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你看一下前面120天都能撑得住，连这个位置都没有离120天均线还很远呢。这个位置，这里的话到了120天，如果还撑不住的话，那就再往下砸，那就图形上就非常难看了。所以说，我们期待的是不要到不要砸破120天均线。那么这个前面的话，虽然说有过短期跌破120天均呢，都被拉回来了。就是120天均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支撑线。那么就看它到了120天均线之后，如果说还要往下蹲的话，就看这个结合这个 MACD 能不能够在0轴附近企稳，然后一个张口再往上走，对吧？那么意味着这里还可以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如果说不能够突破140的话，就是一个二卖。那么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二卖，那这个二卖我们要硬，而且硬的仓位要多一点，就是出现这种反弹，也可以从这个最高点，你现在潜在的这个位置，你可以测一下这个反弹位。如果说它要砸到120天的话，对吧？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推演一下，如果说它要到这个120天才企稳，那么反弹这就还是三个位置：0.382、0.618、0.5，是114、119、124呢，对吧？到了这些位置之后，我们要减仓的，因为这是一个日线的一个二卖，那么这个三就相当于一个 ABC 浪，或者说123浪。一般的 ABC 浪，或者说ABC 浪的 C 浪，或者说123浪的3浪，都是一个主跌浪。就是如果说是下跌的话，就是这个是一定要去应的。那么因为这个的空间我们是没办法测的，没有办法预测它，所以说它可以非常大，可以非常大，也可以非常小。但不论怎样的话，这个回撤都是应该避开的。我们做技术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开这个大的回档，对吧？因为我们资金量比较小嘛，散户的资金量都比较小的，就是这种大的回档是尽量应该避开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的一个后面的一个推演。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看一下特斯拉的这个大周期线。特斯拉的这个月线上，下面是一个大中枢，现在这个已经有第二个中枢了。那么我们前面是跨过两根趋势线的，这两根趋势线现在明显看到这个上面这个趋势线的压力是非常重的。上面这个趋势线是两个高点连线来到的，对吧？本月我们现在看的是月线，这根趋势线这里尝试突破趋势线，然后被砸回来了，现在又回到这个趋势线下面来了，所以说这个趋势线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月线上的话，反弹还不够比的，现在只有1、2、3、4个月，对吧？你想要反弹成比的话，还要有一根 K 线才可以。那么即使上来之后，即使它上来，又立刻面对的这只月线中枢的上沿了，也就是299这个高点。所以说这个空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小空间内部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说不能够非常有力度的突破这个空间的话，那么就是还是要被这个空间压制着，它可以继续在这里震，对吧？可以是这种情形的，都脱离不开这个中枢的吸引力。那么中枢震荡的时候，它可以是中枢的任意位置，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我们要看一下周线上，周线就是138这个位置，上去又回到了周线这个中枢了，它也可以是299下跌的一个延续啊，它就是回去了，然后可以再这样，对吧？可以出现一个小三卖，然后再打一个离开，那么就是299下跌没结束，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一个回撤不能够跌破138，就是出现了一个周线的二买，那么然后来一个12345，就从这个位置12345，一个五浪的模式往上走，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构成月线上那一笔上涨，对吧？所以说它怎么演变，我们都知道它要怎么变化。所以说在周线上我们就要关注。现在周线上是有顶纹型了，周线有顶纹型，看能不能够往下踩。往下踩的话，这是我们之前测过的一个，这是0.5的话是在205附近，0.018是在189附近。
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一个周线回撤的话，一笔的话，那么打不到这个，只要不能够跌破138.8，都是二买，我们都可以做它的。无论是针对这个中枢震荡的一笔回撤，还是说针对138.8的一个二买，我们都可以做，对吧？因为我们期待的是能够起码有周线上再次来一笔，这是周线上。我们看一下最后从138.8上涨到这个271这段的一个内部。这段上周我们也分析过，它的结构现在是比较清晰了。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它还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23.09还没有被跌破呢。上周我们分析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它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中阴段嘛，就是一个收缩的一个形态，在日线上是没有结构的。我当时就说了，要么再次跌破233.09，要么再次突破271才有方向。那么它最终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跌破了223.09，因为这个财报的一个原因，对吧？那么现在是这里是有一个大缺口，这里是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下来。如果说你按照传统理论来分析的话，我们把这个看一下裸 K，我们现在看的是裸 K。如果说你用传统理论分析的话，这里其实他们叫倒形反转，这个位置叫倒形反转。为什么说是倒形反转呢？就是有两个缺口，这里有一个缺口，然后这边又有一个缺口，造成了上面的这些 K 线都在这两个缺口之上，相当于一个小岛一样，这叫倒形反转。倒形反转在传统理论意义上，它的意义非常大，就是一个反向趋势的意义非常大。但是在我们缠论里面的话，其实无所谓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的就是结构，138.8是起涨点，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一个尝试离开。这个离开跟这个进入段比较的话是没有背驰的，但是没有背驰的话，它也出现了回撤，意味着内部是有结构了，可以出现回撤了。那么出现回撤之后，我们又测过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从这个起涨点167.41是测过的。那么看一下这个结构数值，现在这个回撤呀已经到了0.5的位置了，已经到了这个219.21了，看到没有？现在这个底分型是有的，现在回撤之后底分型有了。然后呢，这个蓝框啊是什么呢？这个蓝框是周线上那个中枢的下沿儿，所以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多结构的一个支撑位置。我们看啊，又是200天均线附近，两百天均线，周线中枢下沿儿0.6这个黄金分割斐波那契回撤0.5的位置，三个因素叠加，那么这个位置的支撑力度可想而知了。虽然说现在形成底分型以后还没有出现反弹一笔，它也可以把这个底分型打掉，因为它这个 MACD 给到的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说拐头就企稳拐头的这个状态，还可以往下再沉一沉，往下再沉一沉的话，就会立刻到这个200天均线这里了，对吧？那么也就是206，再往下一点的话就是200吧，205吧，205附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它想要砸掉这个205的话，需要的力量非常大。这就是针对这个特斯拉，所以说这个再次跌破这里，形成底分，也就是205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可以再去看一下它的内部，可以再补一点，因为回不到这个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再上去。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我们再看一个苹果，苹果的话就是从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这个周期。那么日线这个周期的话，我们之前说过，它是周线上一个大的中枢离开的一段。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就是164.08，它是周线上这个中枢的一个离开段。
然后在日线上是一个带结构的，这是164，尝试123段出现背驰，然后这个还是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位置，当时我们是说过的。2买的话是针对164， 3买的话是借用前面这个中枢。那么现在这个回撤之后又够比了，所以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结构买点，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结合这个 MACD 张口张得太大，你要收平，对吧？走平才能够翘起来。然后底分型也没有出现，也就意味着这笔延续可能还要再延续一下。这里只是一个暂定的一个中枢这个位置，对吧？它如果说继续往下沉，跌破了这个266的话，那么中枢的位置就变了，中枢就变成这样了。但是中枢的位置变化，但是大小差不多，就是位置就大概其就在这个附近了。就看现在这个下跌这一笔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再加上这个下一周这个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然后还有这个非农数据，那么一个整个的一个叠加，就看它什么时候企稳。但是我们从日线上这个结构，我们看，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看它有没有至少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这里的话是有，这里也有，对吧？说明它次级别是有结构的，说明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是有中枢的，所以说这个下跌是有抵抗的。你只要下跌是有抵抗的，那么这里就会有反弹。那么至于它的是哪一个级别的反弹，那你就需要看得更细了。所以说针对苹果的话，首先要有底分型，出现底分型之后，我们看一下它内部结构，然后进场做它这笔反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笔反弹是弱反还是强反，我们不知道啊，对吧？那是可以做的。再加上是苹果这种基本面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唯一的就是苹果要出财报了，8月1号周四盘后要出财报了，所以说财报之前你是要加一点仓呢，还是要减一点的话，就看个人的情况。那最终的话还是要看8月4号，因为它是周四出这个盘后出财报，那么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是在周三，所以刚好是在之后。那么具体的话，需要当天才能知道你是要加一点还是要减一点，这都要看当下的一个情形的，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好了，这是针对这个苹果。